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有10种顶级的命格，很多人啊，从出生那一刻起，吃什么饭，端什么碗，全是定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大家想一下，命交华盖大家都知道吧？这只是其中一种啊，与之相当的，甚至比它还要厉害的命格啊，还有9种。正常人呢，满足其中一种啊，都已经吃穿不愁了。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可以满足其中的3种。这个视频我要说什么，你们都懂的。如果你也想知道是不是满足其中一种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呀，不要犹豫，收藏以后啊，第一时间看完，因为说不定啊，什么时候就又下架了。你想要再找的，全网也很难找到了。现在我们开始啊，首先第一个啊，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喜欢一个人待着，对不对？觉得跟别人闲聊啊都是浪费时间。比如周末别人都喜欢出去玩，对不对？你就爱在家宅着看书，特别喜欢去研究一些冷门的东西，比如什么教啊，什么派啊，什么心理学呀。别人有可能说你什么呢？生性凉薄，不近人情。那你就让他有多远滚多远，因为我告诉你啊，你这种情况符合命交华盖的特性。你是不是对很多事情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呢？并且呢，你不太在意别人怎么想，但同时你虽然外表冰冷，内心却极其敏感。比如别人跟你说一句无心的话，你可能会纠结半天。莫名其妙的听到一首歌，也会让你感动很久。你对一切美好的东西没有抵抗力，并且因为你的细致啊，所以往往你内心热爱艺术，但是在做的却是一些复杂的研究性的工作。像你这样的朋友啊，对伴侣的精神共鸣要求的是非常高，对不对？所以晚婚的比较多。我们再来第二个，你平时说话呢，做事很随和，甚至有点老好人的感觉，但是在心里呢，你却对自己的目标啊非常清晰。比如工作的时候呢，大家讨论方案啊，你永远可能不是第一个发言的，但是你只要发言，就一定能够说出个1、2、3，说出那个最关键的点来，直击问题的要害。所以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却不轻易显摆的人。比如在公司里边呢，大家都喜欢不断的表现自己，但是你的习惯呢，是默默的把事先做好了，等到过程中呢，有人遇到了问题，才会拿出惊人的一击。虽然表面上看很普通，但是内心呢极其强大。平时呢看着平平无奇，但是关键的时刻总能让人刮目相看。如果这些对你的描述基本符合，那你就是青龙福星了。像你这种命格的朋友啊，遇到困难不会慌，特别有韧劲儿，失败了也不会到处抱怨，而是冷静地分析问题。所以呢，你是一个特别能成大事的人。年轻的时候可能收入平平，但是中年以后啊，会通过技术的提升，不断的积累，获得丰富的回报，对不对？你啊，非常适合做管理性工作，管理岗位，因为擅长稳定团队，还有安抚军心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第2个啊，咱下来说第3个。如果你的身体啊底子很好，每天都精力充沛，不知道疲倦，比如别人加班到深夜，感觉都要挂了，你呢却越战越勇，而且思路清晰。你这种特质啊，让你在抗压能力上特别强，尤其适合创业性质的或者是竞争性质的行业。从你的性格上来说啊，你不喜欢玩虚的，只关注实际利益。比如选工作时候会优先考虑啊薪资晋升空间，而不是公司份额或者老板画的饼。你的这种务实的性格，让你在理财的时候啊也很理性，擅长通过稳妥的方式去积累财富，并且会越积越多呀。如果你这些特质正好让我都说中了，那恭喜你，你是自带八专禄旺的光环。接下来说啊，像你这样的朋友，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自带富贵基因的实战派，内心的能量极强，只要稳扎稳打的干下去，就一定能够积累财富和地位。但是啊，同时这样的朋友啊，平时也会因为太过于自信，因此很多时候很固执，有时候会一意孤行啊，他就会吃亏。所以啊，在遇到重大决策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
再说第4个，你天生抵抗力很强，平时很少感冒发烧，即使偶尔遇到生病恢复的你比普通人还快1倍。你对身体的信号而且特别敏感，能提前感知到亚健康的状态。比如你朋友还没觉察疲劳了，你就会提醒他，你最近是不是累了，该休息了。你的这种天赋让你说话做事总是让人很心安。比如朋友焦虑失眠，你只要和他聊半小时，他们很快就能入睡。这不是开玩笑如果我对你上面的描述符合80%，那恭喜你，你很有可能是被天医临命的加持。简单的来说也就是天生带着健康的格局，治愈性的人格，不仅自己身体素质超好，还擅长用温暖来疗愈别人。而这种特质的朋友一定要记住，人生像细水长流的小溪，用温暖和专业滋养别人的同时你同时也得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看第5个，你对金钱特别敏感，总是能精准地捕捉到赚钱的机会。比如你朋友可能还在纠结哪个产品好的时候，你一眼就能看出哪个产品的本质，可以说是正财偏财双旺，工作、投资、副业哪样都没落过。更有可能你现在30多岁已经接近财富自由了，你的头脑灵活，能快速地适应变化，对行业的趋势有特殊的灵敏度。比如某个行业不景气，你立马就能调转船头去开辟新的战场。因此你的这种特质让你在无数的经济波动中能够稳坐潮头。如果以上都被我说对了，那恭喜你，你就是人鬼坐财的格局。说简单点你是天生握着财富密码的务实派，既有精明的商业头脑，又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。但是这样的朋友一定要记住，切记避免在有钱之后被金钱异化，一定要保持初心。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，就能实现财务自由、社会影响力双重的丰收。再来第6个，你对时代的趋势、对群体的情绪总有异于常人的直觉，总能像先知一样看到事情的结局，善于发现一切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，并且你特别有贵人运，经常在不经意间就能得到贵人的加持，这样让你在心态一筹莫展的时候总能给出建设性的方案和想法。所以你能在很多时候别人看起来很难的事情上总能抓住先机，或者是趁势破局。如果以上我这描述说对了80%的话，那恭喜你应该有乘风得势的格局。因为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往往是3年就能达到别人10年的成就，甚至在红海之中也能开辟出新的赛道，在巅峰的时候就能做好下一阶段的布局但是同时你需要注意的是，切勿因为对势的感觉太过于敏锐，就习惯性的走钢丝。能力有大小，趋势有强弱，总是在悬崖边，稍不留神就容易跌落深渊。第7个，你从小虽然说不上机灵，但是非常有韧劲儿。你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是脚踏实地，步步为营，结硬寨，打呆仗，就总能得到满意的结果。你对自己的定位非常精准，并且善于生根，所以后面很多问题在你的厚积薄发之下处理起来都会变得游刃有余。所以经常在最高层和执行层之间扮演着强硬的角色。如果这个让我说对了80%的话，那恭喜你，你应该是有取直入格的格局。像你这样的人是一种特别有生命力的一类人，因为他会像树木一样会早早的把根扎进地里，这会让你的位置坚不可摧。同时又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更新，让自己像树一样不断的生长。而你唯一要注意的是，一旦要遇到能力很强的上司，切记不要产生过分的依赖，因为一朝君子一朝臣。你的根茎的韧性应该是把自己扎得深，而不是去依附别人。下来第8个，你的性格坚毅，给人的印象不怒自威，气场异常强大。
你总是能在冲突中快速地拿捏对手。你对秩序有天然的维护本能，特别厌恶混乱而失去的状态。你在压力的环境下会异常的兴奋，并且爆发出很强的专注力，对人对事目标体系明确，不喜欢拖沓的感情，对阻碍自己达成目标的事情会异常的果断。断舍离是你的强项，对自己的权力范围有很强的边界感，不喜欢别人插足你的事情，擅长通过指定的规则来进行自己的控制体系。如果以上的描述被我说中了 80%， 那恭喜你，你应该有白虎加持的命格。你这样性格的人一般都是将帅之才，非常的适合临阵指挥危机的管理和体系的构建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性格太刚，容易结仇。你在得势之时，成就必然是势如破竹，但是如果稍不注意，就容易被小人所害。再来第9个，你对新的事物有极强的消化能力，善于快速提炼复杂的信息，擅长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大众的语言，并且你有一种天生的影响力，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点燃大家的情绪。在潜在的矛盾，你有很深的洞察力和感知力，所以能在谈判和竞争中找到突破口。你对文化符号、文化属性一类的东西特别有敏感度，并且非常善于运用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。如果说这个以上我描述的能够达到 80%， 那恭喜你，你应该有朱雀乘风的命格。所以你会发现自己能在不同的圈子里面融合的游刃有余，并且擅长通过制定新的目标来化解旧的矛盾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你因为对外部的信息太过于敏感，所以大脑往往是持续的兴奋，这有可能会让你失眠或者是焦虑。我奉劝一定要劳逸结合，注意调整自己的状态。我们来到最后一个你感觉自己不管是遇到多大的事儿，都能心静如水，你的心性坚如磐石，而且正是因为你的这种定力，往往能够左右局势的发展。你平时极少说话，但总能后发制人，防守反击是你为人处事的惯用方法。你非常善于把别人不断给你的威胁转化成自己反击的养分。你为人真实可靠，因此虽然不爱交朋友，但是朋友却不少，大家都愿意托你办事儿，听取你的意见。你平时对历史也特别感兴趣，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历史的不断重演。你做人做事都非常的深沉，但是有很强的认知。如果以上我说的这些能达到 80% 的话，那恭喜了，你应该有玄武当权的命格。像你这样性格的人其实是非常稳重的，但是也会因为太稳而导致亲密关系中反而出现问题。伴侣可能会觉得你比较无趣，比较闷和孩子的关系也比较生疏。所以回到家你一定要记住，及时的卸掉自己的铠甲，融入到家庭中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几种顶级的命格，你占几种呢？如果还要知道更多的朋友欢迎私信或者留言。今天我就说这么多。如果特别幸运，如果遇到有3种以上格局的朋友一定要私信我。好的，我是一磊真言，很高兴等到你。如果可以的话一起点个关注。再见。